小米14 Ultra 和小米13 Ultra， 今天就来看看这两台手机的表现啊。白色的是新出的小米14 Ultra， 当年12S Ultra 刚出的那会儿啊，就获得了我们颁发的年度影像旗舰手机大奖。当然了，这也是因为当年的三星跟索尼的旗舰和上一代比呢，进步并不是很明显。那到了23年的13 Ultra 那代产品呢，相对于上一代产品来说啊，进步也不是很明显，所以就没有获得我们颁发的年度影像旗舰大奖。那到了24年，小米14 Ultra 来了，官方说呀，它的进步是非常大的。那真的是这样吗？看完这期节目，您的心里就有答案了。欢迎收看 ZPH， 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，尤其是加关注啊，这是让我们这档节目不停更、继续更新下去的动力，所以加关注是非常重要的啊。正式测试前还是鼓励摄影环节，我会拿着手机去瞎拍些照片，关注手机影像嘛，就要参与到摄影中来。我拍的不好，主要是为了吸引您能参与到摄影中来。看完前面的照片，不要瞎琢磨是哪台手机拍的啊，因为是台手机就能拍，您的也能拍，关键是要参与到摄影中来。欢迎收看 ZPH， 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，这是让我们这档节目独立发展下去的动力。那下面就来看看这两台手机的表现吧。14U 相对于13U 来说，虽然说都是主摄超广角，3.2倍的中长焦跟5倍的长焦，但是超广角跟3.2倍换了一个位置啊。那么14U 在横拍的时候，再也不用担心超广角拍到左手的手指头了，这点非常好。还有就是3.2倍镜头，这回就是3.2倍光学镜头了，不像13U 似的，实际上是2.6倍的镜头。两台手机的拍摄界面是非常相近的，现在是14U 的拍摄界面，0.5倍、1倍、3.2倍、5倍都是光学焦段，那中间的2倍呢，就是主摄的数码变焦了。还有就是14U 的左下角有一个运动抓拍的选项啊，这个13U 是没有的。现在就是13U 的拍摄界面了，它俩的拍摄界面是十分相近的。那下面就来好好对比两台手机了啊，我们还是先从主摄开始聊起。从参数上说，两台手机的主摄也是十分相近的，但是光圈有些不同。14U 这边是从 f1.63 到 f4， 大小变化是无极调节的，将近跨了4档光圈。如果要是从 f1.4 算呢，到 f4 就是整整4档光圈了。13U 呢是只有2种光圈大小可以调节，是 f1.9 跟 f4。先说一下14U 几种光圈大小的成像表现吧。可以看到，无论光圈怎么变化，中心解析力的差距还是很小的啊，这点14U 做的还是很不错的。但是边角画质把控可就不一样了，可以看到光圈越小，边角画质越差。不过好消息是，最大光圈下14U 主摄的画质表现是最好的。那么从这点上说呢，14U 主摄还真像是一个好牛头。我估计可能有人会想，为什么小米不再多花点成本，把每一个光圈的画质都做得一样好呢？可以，但我估计后摄可能会再厚个2-3毫米吧。大底加上大光圈，让人想到的就是背景虚化能力啊，就是景深。左边是最大光圈拍的，可以看到焦点跟背景之间还是有虚化的。那么最小光圈呢，前景跟背景之间就都是清晰的了。
不过这种情况只能离被摄物体很近才能有这种效果。那这张样张呢是在半米左右拍的，那如果退到将近2米左右的距离，无论光圈是多大，它的前景跟背景都是没有什么虚化可言的。那么这点呢，跟大相场的相机是不能比的，手机的相场还是太小了。现在就是14U 跟13U 的对比了，颜色模式、徕卡生动、徕卡经典我都用了啊。后面的对比呢，我也是随机挑选的，但是模式都是一样的，而且用的都是默认设置。这个时候系统会选择合适的光圈来拍摄。手机嘛，就应该拿起来就拍，不用管那些乱七八糟的。那可以看到中心解析力两边是十分接近的。再看一组主摄的对比，在中心解析力方面，两边依旧是不分伯仲的。那边角画质把控方面会怎么样呢？非常遗憾啊，13 Ultra 的更优秀。再看另一边吧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反转。没有反转啊，依旧是13 Ultra 的更优秀。那这点对于14 Ultra 来说可不是好消息啊。两台主摄都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，那这回14 Ultra 能不能争口气呢？没有，两边的表现还是很一致。那就期待一下后边的夜景表现吧。那再说超广角镜头啊。从参数上说呢，这两台手机的超广角啊就是同一个硬件。从实拍样片上看，两边的颜色也是非常接近的。那中心解析力呢，两边也是一模一样的。再看一组对比样片也是如此，颜色还是非常接近啊，但是略有区别啊，只是略有区别。那中心解析力呢，依然是一模一样的。那镜组的光学质量有没有什么提升呢？没有啊，还是一模一样。那再看另一边的边角画质把控呢，结果也是如此。两边就是一模一样。那高清模式有没有不一样呢？它俩都是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超广角，结果呢还是一模一样的啊。再说微距拍摄，那这回终于到了14 Ultra 升级的一个重点了，就是微距拍摄的能力。13 Ultra 拍摄微距的能力是非常差的，到了14 Ultra 终于把长焦微距加上了，就是用 3.2 倍镜头来拍摄微距。5倍也能拍摄微距啊，但是效果没有 3.2 倍镜头好。总体来说，14 Ultra 的微距拍摄能力已经赶上了如今有长焦微距手机的平均水平了啊，效果还是很理想的，但是还不够极致。既然说到长焦了，咱们就好好聊聊中长焦镜头了。那这回中长焦镜头呢，也是14 Ultra 的一个吹牛逼不是宣传的一个重点。首先是 3.2 倍镜头啊，它看似跟13 Ultra 差不多，但是它已经变成了一颗真正的 3.2 倍的光学镜头。13 Ultra 那会儿呢，还是 2.6 倍的光学镜头呢。长焦镜头这块虽然说都是5倍镜头，但是14 Ultra 的镜组也经过了升级，它的光圈提高到了 f2.5。对比样片还是先从2倍焦段开始看啊，它们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，在中心解析力方面两边没有什么差别。好，到 3.2 倍镜头的对比了啊，中心解析力方面14 Ultra 这边在解析力上也没有什么优势啊，这就不太好了。那再看一组 3.2 倍的对比吧。在解析力方面14 Ultra 依然没有什么优势啊。13U 那边锐化重一些，14 Ultra 这边看着肉一些。但是从光学分辨率上来说，细节呈现14 Ultra 真的是没有优势啊。别忘了14 Ultra 这边 3.2 倍是光学镜头，13 Ultra 那边的 3.2 倍实际上是 2.6 倍的镜头啊。我给大家放出来的是两组对比，实际上我个人对比了很多组啊，结果就是这样。甚至包括 3.2 倍的高清模式，就是5000万像素模式，两边对比呢，14 Ultra 依然是不占优势的。不用说什么锐化呀、纯净度啊，这些都是小事儿，关键是解析力的呈现，就是光学分辨率上14 Ultra 这个 3.2 倍镜头跟老的 13U 比起来真的是没有什么优势。现在是5倍镜头的表现，它们也都是光学焦段，在解析力方面呢，两边还是同样出色的。包括5倍镜头的高清模式，就是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，两边的表现也可以说是很接近的。不过从10倍焦段开始，事情发生了变化。10倍就是5倍镜头的数码变焦啊，放大看细节会感觉14 Ultra 这边比13 Ultra 清楚好多呀，但真的是这样吗？注意看房檐上面的万字纹，13 Ultra 这边虽然说看着模糊，看着颜色浅，但是每一个万字纹都是真实存在的，而14 Ultra 那边已经开始了胡编乱造模式，很多万字纹的形状都已经发生了奇怪的变化，还有不该断开的地方也发生了断开。这种情况在当年 iPhone 对比三星的时候 iPhone 就出现过。那要这么说的话，你们觉得哪边更好一些呢？再说一下14 Ultra 30倍以后的 AI 超级变焦吧。
这个是14 Ultra 新加入的一个功能。现在两边都是14 Ultra 的30倍啊，左边是开启了 AI 超级变焦，右边就是正常的数码变焦。在解析力方面，确实是开启了 AI 超级变焦之后，看着更清晰一些。当然了，这些细节呢都是 AI 编出来的啊，都是假的。而且 AI 超级变焦也不是说到了30倍就一定出现。比如说拍摄这种横竖线条比较明显的景物的时候， AI 觉得我可以瞎编一些细节了，它就出现啊，就是右下角这个小红标。但是如果要拍摄一些它压根儿就没有能力瞎编细节的内容的时候，比如说这种自然景物，它的 AI 数据库中没有这些细节，这个时候它就不出现了，这个 AI 超级变焦就藏起来了。无论你怎么等，这个功能都不会出现。不过好消息是14 Ultra 的30倍变焦，就算不开启这 AI 超级变焦，在解析力上啊，就是看起来也是比13 Ultra 的30倍更好的。再说前摄，先看自拍的表现，用的就是手机的默认设置，没有调其他的。从肤色上说呀，我感觉13 Ultra 这边看起来更水嫩一些。但要说整体颜色，比如说衣服的颜色、背景颜色，我感觉14 Ultra 这边更好一点。你们更喜欢哪边的效果呢？现在是前摄录像的表现，两边的防抖跟清晰度都是非常不错的。但要是颜色的话呢，还是14 Ultra 这边看着更好一些。而且高光部分13 Ultra 这边已经有些过曝了，所以前摄录像这方面呢，我感觉14 Ultra 更好一点。再说人像拍摄，小米14 Ultra 这次有两种人像模式，一种是大师人像，一种是徕卡人像。大师人像的光影看起来更润一些，徕卡人像的光影对比度更高一些。我个人更喜欢大师人像的效果多一些。13 Ultra 的人像就分徕卡生动跟徕卡经典，但是经过几次系统升级呢，两种模式的人像效果已经很接近了。现在就是14 Ultra 的大师人像跟13 Ultra 的徕卡生动做对比，两边的效果都不错啊，就看各位更喜欢哪边的效果了。再看直出扩张度的对比，两台手机的直出扩张度的表现可以说都是非常上乘的。像这些普通场景啊，其实已经不普通了，难度都挺大的。但是相对来说，跟后边比呢，难度稍微低一些。那么这两台手机，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，在亮部跟暗部细节呈现方面做的都挺到位的。尤其是树这个场景，主摄上他们都能做到暗部能暗得下去，而且还保留细节。亮部树枝跟天空的分界做得也非常自然。超广角的表现13 Ultra 的更好一些啊，14 Ultra 那边暗部还可以再压一压。到了真正高难度的场景，主摄的表现13 Ultra 那边暗部已经开始发蓝发紫了。14 Ultra 这边虽然说也不好看，但是颜色还是准的。像这个场景也是如此，主摄的表现上14 Ultra 那边颜色还原还算是正常，虽然说拍的也不好看吧，但肯定比13 Ultra 那边强。13 Ultra 一直存在在高难度场景徕卡生动模式下暗部偏色的问题，看来14 Ultra 从一出生就解决了这个问题，只不过明暗对比还需要调教一下。再看夜景的表现，两台手机都能永久的关闭自动夜景，值得表扬。先看第一个场景，有强光有阴影，两台手机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的表现都很上乘。换一个场景也是如此啊，没有难到这两台手机。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，他们的表现都非常不错。现在是2倍的夜景表现，他们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，两边的表现也是十分接近的。3.2倍的表现也是如此，两边十分接近。但是到了5倍，仔细看室内的强光，13 Ultra 的表现反而更好一些啊。到了这个高难度的场景，小米的手机表现一直不怎么样。那主摄的表现亮部就说还凑合吧，但是超广角的亮部已经不能展现了。打开夜景模式以后，主摄的表现稍微提升了一些，但是超广角的表现依旧不咋地啊。看来14 Ultra 的夜景算法并没有进行什么升级。昏暗的城市道路上，主摄的表现两边的颜色差别是很大的，但是细节呈现是同一水平的。超广角的表现两边也差不多。现在是3.2倍的表现，这么昏暗的场景，它俩还真的是用3.2倍镜头直接拍摄的。14 Ultra 这边稍微强一些。5倍焦段，它俩也真的是用5倍镜头直接拍摄的，而且14 Ultra 那边由于大光圈的存在，效果确实比13 Ultra 要强。注意啊，不是看亮度，是看细节呈现。祖传神树场景开始就非常的暗了，打开夜景模式之后呢，咱们看看厂家的软硬件配合水平怎么样啊？主摄的表现两边在细节呈现方面是十分接近的，超广角也没有拉开差距。
健身器场所主摄的表现，仔细看啊，前景背景的仔细对比，确实是14 Ultra 稍微强一些。那毕竟它主摄这回光圈变大了嘛。超广角的表现也是14 Ultra 稍微强一点点。现在是3.2倍的表现，别说啊，他们真的是用3.2倍镜头直接拍的。在细节呈现方面嘛，反正前景背景仔细对比的话，两边差不多啊。现在是5倍的表现，他们也真的是用5倍镜头直接拍的。在细节呈现方面，14 Ultra 的更强。你别说大这 0.5 的光圈，还就是管用啊。树林小路的场景，主摄的表现放大仔细看，真得仔细看呢。14 Ultra 确实稍微强一点点，超广角的表现也是14 Ultra 强一点点。最后一个祖传神树 Pro 场景就要分胜负了啊！主摄的表现，这回14 Ultra 在细节呈现方面确实比13 Ultra 强了。那么光圈大了，在夜景表现上、细节呈现方面确实是有优势啊。超广角的表现，两边还是水平相当。录像对比用的是手机的默认设置，也是最接近抖音、微信等社交软件录制的效果。现在是主摄手持走路的效果啊，手持没有用任何的架子跟稳定器，两边的表现可以说是十分的接近。现在是超广角的对比，颜色的差别比主摄大了一些，但是防抖跟解析力两边的水平依旧是旗鼓相当的。现在是2倍录像的表现，它们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，两边的防抖都非常优秀。14 Ultra 这边锐化重了一些，解析力方面吧，两边其实差不多。现在是3.2倍的录像表现，这回就是14 Ultra 的解析力稍微强一点了啊，这回就不是锐化的问题了，确实强一点点。现在是5倍的录像表现，两边在防抖跟清晰度上都可以说是十分上乘的。颜色方面嘛，稍微有些区别，14U 那边感觉稍微有些发白，那颜色上呢，我感觉13U 这边更好一点。现在是10倍录像的表现，我感觉颜色方面还是13U 的更好，而且防抖也是13U 的更好，清晰度两边倒是差不多。现在是夜晚主摄的录像表现，我感觉防抖方面啊，14U 那边稍微强一点点，13U 那边其实也不差，但是鬼影控制我感觉14U 是有进步了。超广角嘛，在这么暗的地方，两台手机的表现是肯定不能跟主摄比的，当然效果跟其他手机比呢，也就算是中上等的水平吧。现在是3.2倍的录像表现，14U 那边是用哪颗镜头拍的我不确定，但13U 这边肯定是主摄数码变焦拍的。两边呢，在清晰度方面是14U 更好一些，但14U 的暗部细节呈现是没有13U 多的。不过鬼影控制还是14U 的好。现在是5倍的录像表现，同样的14U 那边我还是判断不了是哪颗镜头拍的，但是解析力是非常高的，鬼影控制也是比13U 这边强。虽然说13U 这边暗部细节呈现更丰富，但是整体的画质表现肯定是没有14U 好的。本期聊到稍微细了一些，时长已经不短了。公园设计上呢，就说一点，14U 终于抛弃了13U 后背这个阶梯造型了，看起来好看了很多。虽然显得后摄突出的更多了，但是这个无所谓，反正厚度两边是差不多的。那么具体的硬件、跑分、游戏发热呀，这些也不是我们节目的重点。那感兴趣的朋友就去看其他的节目吧。OK， 到结尾了，看完前面内容，希望可以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了帮助。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啊！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